三金，你比我想象的要帅。别人都这样说，但也只是一副臭皮囊，经常做工具人罢了。妈的，这女人怎么有种让老子不敢直视的感觉？我喜欢这个徒弟，刚见面就喜欢。韩宝，这是给你定的读书目录，半年时间把里面所有书读完，遇到不懂的随时问我。这些只是目录。看着厚厚的目录，三金也惊呆了。这尼玛得看多少书？几百本还是几千本？每天必须读完10本，半年时间刚好能读完。李红瑜，是你给乔治王子支的招吧？我爸问我，我就随口说了几句。晚报看了吗？关于乔治王子的身世，这是我爸出的主意，我不想给他出招了，因为不喜欢。你还有几种方式破这个局？2种，第一个壮士断腕，谋求海外影响力，这也是烂招，但好过我爸给的。我想出来的招也是烂招，那好招呢？卸下王室身份，博取明星。以退为进，从平民成为王子，再从王子变成平民，一个转身完成传奇蜕变，利用明星所向绑架王室，招是好招。可如果乔治王子死了呢？成了最好，但也把所有的风险全转嫁在自己身上。就算没死，残废躺在床上之后，不管王室还是其他势力，也就心安了。有办法。李红瑜拖着下巴，静静地盯着三金。然而2分钟过去了，李红瑜什么都没有说。什么办法？我问你什么办法？我不擅长与人交际，所以你别跟我说这么多话。马德，以为是高冷，感情是个 I 人，时候不早了，先去休息吧。韩宝，李红瑜厉害吗？厉害，但他无法控制意外，也谈不上多厉害。一个计策需要无数人帮他实施，但凡中间出现不可控因素，就要被牵着鼻子走了。哥，我感觉你在嫉妒。谁嫉妒了？他李红瑜就是一般般，真正厉害的是我。笑啥？快去睡觉。晚上，三金单独找到守在房间外的江七，跟我出去走走。姐去哪？我还要保护小姐。跟我走。即便江七很想拒绝，但还是跟三金来到一处人工湖。基友，求你别折磨我了好不好？要不你把我杀了吧。看着眼前的湖泊，江七的思绪回到了当初的南城水库。你们跟李家到底什么关系？江家跟李家又是什么关系？江家是李家扶植起来的，这种家族还有很多。我们是李家的家奴，主要帮助李家盯着这些小家族。小红鱼让你监视我的？是老爷让我监视的。小姐从不喜欢这样的事。没说要杀我。不能烧，老爷说帝都夷子王发话了，只要他没死，谁也不准动你，谁敢动你他就动谁。谁是帝都夷子王？就是舒老。难怪我在国内无论怎么搞都没事，恐怕舒锦也是舒老临终前给我的一张护身符。七爷，你怎么哆嗦起来了？要不要再玩会水啊？基友，你还是杀了我吧。我杀你干嘛？您就看在当初我帮您守回案的份上，放过我好不好？不管怎样，我也救了夫人一命。如果不是你做了这2件事，早就没命了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当初活着把你放掉，就意味着从前的事一笔勾销，否则你认为我手底下会留活口吗？你早说呀，吓我干嘛？嘿嘿，下面我们可以好好聊聊了。聊什么？聊聊怎么做双面间谍。你这人能力什么的都很强，但跟着李家，迟早要玩完。我是李家的奴才，你该清楚这个身份意味着什么：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。你父母健在吗？你的兄弟姐妹还都在吗？父亲死了，母亲还在，有一个妹妹。想过他们的未来吗？你该清楚，李家已经阻挡不了我的脚步了。江七叹了口气，知道这是实话。人这辈子不怕犯错，但就怕一错到底。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了家人，总得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你觉得呢？放心吧，我不会逼你。如果你选择李家，这是对忠诚的诠释。作为曾经的队友，我一定会给你全家留个全尸。如果我选择你呢？继续给我搞安保。我信不过别人，但能信得过你。人这辈子没法选择出身，如果你叫我一声爸爸，等于重新投个胎。基友，别闹了。三金缓和了气氛，江七也轻松了许多。不着急，情绪激动时很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，一旦选择错误，就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当然，在真正决定之后，需要给我递交一份投名状。我知道你没见到真正的东西时，不会相信我。李红瑜的生活很简单，除了看书就是吃饭睡觉。李红瑜，你胆子真大，不怕我下毒害你？你为什么害我？我害你需要理由吗？你害我不需要理由吗？三金终于弄懂什么叫大智若妖了。这丫头也太单纯了吧。三金，伪国海军特别行动学校不好，你别打他的主意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他怎么知道我盯上了伪国海军特别行动学校？伪国海军特别行动学校最早成立于1985年，97年的时候，黑水国际公司接手承建，把它变成了后世赫赫有名的猎人学校。现在正是多方角逐的时候，三金想联合优把这个地方拿下来。被后世霸国，就算你能拿下，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得不偿失。现在是96年，还没有猎人学校，黑水国际还没有成立，也就是说我要拿的这块地方，只有我自己清楚才对。你怎么知道我看上了那里？因为我觉得你会看上那地方，学校硬件成熟，群山环抱，北临加勒比海，靠近航道。李红瑜说出了一条条的优势，把三金听懵了。那你说我该怎么选择？建战争学院呗，以雇佣兵为招生对象，短时间之内形成国际雇佣兵的殿堂。然后呢？
战斗力起来之后，就会有多方找你合作，那时候再建立分校，专门针对各国特种部队施训，同时在世界各地建立训练基地，这就铺开了。很简单的事。李红宇眨了眨眼，一脸人畜无害的表情。我不懂军事，但觉得你想直接跟各国特种部队签署合作不现实，所以先建立雇佣兵训练学校，算是迂回吧。不是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想跟各国特种部队签署合作协议的？因为你给乔治王子出的主意是中策，虽然不是最好的，但却对你是最有利的。乔治是不列颠王子，不管身份还是地位，都能让西方买账。还有就是你的格局其实很大，就是有些时候细节处理不到位，好在思维足够跳跃，能够及时弥补。盯着李红宇熠熠生辉的眼睛，三金仿佛自己被看穿了。李红宇，你让我感觉到害怕，没准我真会害你。不会，你其实是个挺好的人，重情重义，并不滥杀。我不滥杀，那是因为没感受到威胁。英雄都是这样的嘛。老子第一次被人称为英雄，拍我马屁的那么多，你算是拍的最好的一个。没错呀，航母的事在进行中，航天部得到了你的先进战斗机理念、无人机详细图纸，还预测了经济危机，构建了领先世界的特种部队体系，每件事都能让国家强大，这不是英雄是什么？你真觉得我是英雄？除了稍微有点笨，但笨一点也不是你的问题。马德，感情是变着法的骂我呀？那你爸算什么？我不喜欢他，利己主义者，我也不喜欢回家，他们不拿我当人。放心，我保证拿你当人。在你这里挺舒服的，如果你的话再少一点就更好了。小红鱼，这些是我的心意，你看喜欢吗？我在看书，就看一眼。没兴趣。那这个呢？送你个气球，知道你童心未泯。我很喜欢，你走吧。既然很喜欢，那证明咱们有共同点。既然有共同点，就一定有共同的话题，咱们做个讨论。三金把非洲地图平铺在桌子上。小红鱼，你说我缺乏细节，我很不服气。这里是我准备建立基地的地方，你能找出毛病吗？毛病太多了。笑话，这可是我精心选的地方。三金不断骚扰李红鱼，就是为了让对方给自己做补充。很完美。你刚刚不是还说毛病太多了，忽悠鬼呢？我不懂军事，你懂世界格局。我没研究过非洲。李红鱼，你晚上还想吃粉条不？信不信从今天开始顿顿吃大骨头？好吧，那晚上一定要有粉条。你说一下各个国家的情况，你自己琢磨。可是粉条还是大骨头，下午弄出来，晚上吃饭的时候交给我，就这样。了解了李红鱼之后，三金已经不把他当成大智若妖了。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应该是讲道理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三金一直在骚扰李红鱼，这让他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我出去住。突然，外面响起了爆炸声，还有阵阵的枪声。外面很危险，难道你不知道雾都是恐怖之都吗？我不怕。谁他妈干仗往我院里扔手雷？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乖，有我在，不怕。嘿嘿，就没有我搞不定的女人。三金，你无耻！就问你怕不怕？怕。那不就得了？不管你是大智若妖也好，聪明绝顶也罢，在我这里啥都不是。你是故意的，这是你的行事风格，我判断到了。其实我只是想告诉你外面有多危险。正如你所说，我骨子里是英雄，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会害你的。三金开始忽悠，上升高度了。小红鱼，你是智囊团的核心之一，我肯定要保护好你。今天这一刻是告诉你人心险恶，他们不会告诉你的，也不希望你看清现实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李红鱼茫然地摇了摇头。因为需要你的理性思维。如果你真正懂了生活，那么你的建议就会掺杂个人感情。大国发展需要理性，所以你从小就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权利。我只是想把你这个权利争回来，因为你在我眼中是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机械冰冷的智囊。我说完了，如果你还想走的话，我不会再挽留。但最后要跟你说一句，你的名字叫李红鱼。身为红锦绣，笑流于龙舞，你可以看看这本书，也许能找到你的影子。三金留给李红鱼的书是安德的游戏，讲述的是理性碰撞到善良的人性之后，安德小朋友是怎么崩溃的。李红鱼完完全全就是个工具人，还真挺让人心疼的。奥琳娜，我的爱，亲爱的，我听你的到不列颠了，你忙完了吗？我好想你。刚忙完，这就去酒店找你。半小时后，三金来到奥琳娜的酒店。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我怎可能不要你？哪怕世界毁灭，我也愿陪你度过最后一秒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我们的关系该结束了，因为我不准备购买航母了。你该清楚，我们的开始是因为航母。我的爱，难道非得航母才能把我们牵在一起？我已经决定购买乔治王子的赌船了，所以航母的性价比反而不高了。我是个商人，必须得做商人的事。现在三金说什么，奥琳娜就信什么。德米特罗，三金要放弃航母了。他购买皇冠号的价格应该在5亿刀，接手之后立即能盈利，而航母则需要1-2年的建造期，对他来说很不划算。什么？他怎可以撕毁合约？已经付了定金的。定金对他来说不重要，快速盈利才是最重要的。赌船的幕后老板是谁？乔治王子。我的爱，放心吧，他们会加快进度的。你这样让我很难办，我会损失很多钱。为了我，可以吗？那我就多买一艘航母吧，为了你。
一番缠绵，三金接到了德米特罗上校的电话。我的好弟弟是这样的，我们研究了一下，决定放弃这次航母的合作。呵呵，跟我玩以退为进，真的吗？这样最好，否则弟弟我心里会非常不安的。不，你理解错了，我是说航母不合作了，合作项目改为航母再加2艘护卫舰。试探未果，德米特罗上校马上改口。好吧，看在奥琳娜夫人的份上，我可以购买，但是中间经过好几个海峡，我搞不定这个事。我帮你搞定。我的爱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那航母还会改成赌船吗？当然会，我打算给它取名为奥琳娜号。送走奥琳娜，乔治王子找到三金。神话先生好眼力，能辨识出 P14炸药。亚尔弗列德队长，看来你已经失业了。特种队长穿着便装在这里，意味着已经脱离了部队体系。三金，我现在仿佛被拖进了无底深渊，不得不跟他们过招，而且疲于应对。乔治，你采取的方式的确能防住致命一击，但你的积累不够，最后大概率以失败告终。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第一，所有的东西拱手相送，重心转到海外。第二，卸下王子的身份，回归平民，然后伺机而行。前者等同于转移矛盾，后者则是利用民心。我该怎么选？上策是卸去王室身份，把自己变成不列颠的传奇，闭上嘴等待最佳时机。一旦机会到了，就可以利用民心绑架王室，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的路，但谁也不知道得等多久。我等不了，那就只能选择壮士断腕，该示弱的时候总得示弱，否则会进退两难。如果转向国外的话，应该怎么做？跟我一起创业，我们可以共同打造个军事培训机构。军事培训机构？没错。三金开始忽悠，一切都以乔治王子的利益为出发点。这可不是流亡海外，而是积攒资本。别人搞不定的事，你能搞定；别人掌控不了的区域，你能掌控。有几成把握？建立军事培训机构，我有10成把握。亚尔弗列德队长，你觉得我如果建立这样的机构，能招来学员吗？我可以成为第一批学员吗？王子殿下，你大概不太清楚3000米以外精准狙杀代表什么。神话先生在世界狙击手排行榜上位列第3，其余2人无法超越，因为都死了。如果他创办军事培训机构，会有很多人慕名前往。这是一个体系，没那么简单。还有个合作伙伴，明天才能到。好的，给我1个晚上考虑。我听说你要买皇冠号。骗傻子的，那是你的印钞机，就算我想买，你也不会买。实话说，我准备从2毛国搞一批武器，尤其是舰船。舰船？没错，这群家伙肯卖航母，但是不肯卖舰船。需要我怎么配合？不搭理他们就行了。这群家伙穷疯了，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们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师傅，这王子不会给咱们下套吧？他下不动，只是在寻求绝境逢生的路。小胡子，你怎么看李红鱼？没看出他到底聪明在哪，倒是感觉傻乎乎的，完全脱离了生活。他傻？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李红鱼在智囊团负责什么吗？他负责推演，甚至可以通过一件事推演出其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发展。这里面又牵扯到无数种变化，并且会对每一种变化再进行推演，进而给出完整的方案。他是装的？不是，他天性如此。三金隐约感觉李红鱼哪里不太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。自从看完三金给的书后，李红鱼整个人都变了。三金，你看我摘的芹菜好看吗？你很喜欢棍子吗？不好看吗？小红鱼，帮我泡杯茶吧。好嘞，泡好了，你尝尝好喝不好喝？这是什么茶？我怕你喝着苦，就加了点橙汁，很好喝的。你去看看别人有要帮忙的不？师傅，我确定了，他是真的白痴。10分钟后，林之涵跑来找三金告状。哥，师傅给我的小猫喂了一肚子猫砂。乖，不要打击它的积极性。又过了10分钟，李红鱼拿着火机兴奋地跑了过来。我给你点烟好不好？点烟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吧？我怎么能拒绝美女的请求呢？一股火苗瞬间冲天而起。这妞是专门来收拾我的吧？被逼疯的三金默默来到院里，拿起板砖拍头。师傅，还有板砖吗？给我1来2块。你怎么了？李红鱼问我盖那么薄的被子冷不冷，我就随口说冷。他又给你包了一床被子？不是，他给我的房间贴满了黄符，跟我说冷是因为房间里阴气重，还撒了半袋子糯米，那屋我都不敢进了。果然是大智若妖。隔天，在所有人的恳求下，三金把李红鱼带出门。小红鱼，待会我要建议欧托尼将军，你在旁边听着就行了，别给我整幺蛾子。三金，你带我见世面吗？你从前很少见人。我不喜欢见人，没有一个好玩的。那我好玩吗？有点好玩。三金，你觉得我好玩吗？没玩过，不知道。那你玩啊？看着李红鱼认真的眼神，三金身体一颤。怎么玩？人不能只想，要做。三金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是想到就要做到，所以玩我也不要只想。马德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要不现在就玩一下？好呀。话音落下，三金一口亲了上去。好玩吧？足足过了1分钟，李红鱼的脸这才红了起来。走了，以后可以常玩。这个有点好玩，怪怪的。半小时后，三金来到托尼将军的酒店。神话先生，这位是？别管他，不碍事。托尼将军，此行待多久？大概3天，我想时间足够了。你还约了别人？一位老朋友，相信我，不会让将军失望的。这恐怕不妥吧？是乔治王子。
巫都的平民王子。对，我想跟他合作。呵呵，神话老弟，你总是藏着惊喜呢。乔治王子还是来了，最终决定赌一把。王子殿下，您好。托尼将军不必多礼，这样会让我很不自在。我20岁之前基本都在乡下农场度过，所以王子殿下跟别人都不一样，您有着其他王室成员不具备的坚韧不拔。一顿商业互吹过后，三金拿出准备好的资料。将军负责猎人学校整体事务，担任校长一职；乔治王子负责招生，担任副校长一职；约瑟王负责秩序，担任教导主任一职；我负责培训，担任总教官一职。创建学校的费用由我们4个人共同出资，我将拿出50%，将军拿出20%，乔治王子也是20%，约瑟王10%。出资只涉及到分红，跟表决权无关。我们将成立董事会，学校事务需我们4人投票决定，少数服从多数。没有过多的废话，三金直接开门见山。学校的主要管理权需要明确，虽然投票很公平，很明显托尼将军想要绝对的控制权。将军，我们既然是创业，需要做的是资源整合，缺少任意环节都难以成功。教官人员、作战人员、警卫人员你我各一半，而且我的人一点都不差，你该清楚。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你对非洲格局的掌控，而非战斗力，这是你的最大优势，也是你的资源。三金的一番话让托尼明确自己的价值究竟在哪。直接入驻非洲，伊欧怕是很不开心，我需要去从中化解仇恨。乔治王子，可以找你要2个勋章吗？当然，这是小问题。想要什么勋位？如果你在这里城区的话，不用考虑功绩勋爵，应该考虑特殊爵位。加德勋位跟计划勋位能搞定吗？没问题。EO 的创始人巴罗，祖籍不列颠，想必能得到1枚加德勋章，对他全家而言是一份荣耀。加德勋章是授予不列颠骑士的一种贵族勋章。EO 合伙人西蒙是 SAS 空勤团退役，如果给1枚计划勋位，他又该作何感想？王子殿下，这就是您的优势。我很清楚，托尼将军你怎么看？就这么办吧，我管理学校，神话负责训练，王子殿下负责招生，约瑟王负责秩序。所有人都笑得很畅快，但三金已经在盘算怎么搞死托尼了。这家伙还真是把自己当成将军啊！三金，托尼将军似乎野心很大。王子殿下，很明显你我要的都不是钱，所以托尼将军想要钱可以多拿一些。所以我们不能再出现误会。其实有点事我想跟你坦白。什么事？或许我该称呼您一声兄长大人。我操！我跟玛格丽公主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哥，你先不要生气。妈的，狗杂碎！已经成事实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大哥，我希望你冷静下来。你们不可能有未来，王室公主不会下嫁平民，更不会嫁给东方人。这好办，未来只需要一份假婚姻就可以了。或者玛格丽不愿意结婚。你可真是个混蛋。抱歉，我也不想这样。三金，我要掌握学校。没问题。猎人学校步入正轨之后，我会把托尼将军踢出局。 4个创始人，托尼将军跟约瑟王是同一阵营，三金跟乔治王子是一个阵营。半个月后，三金准备离开不列颠。小红鱼，我要走了，有什么想要的，尽管跟我提。还有，如果韩宝适合，那就好好教他；如果他不适合，就不要勉强。三金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你让我感受到了家，你们每个人都真心对我，不管我犯什么错误都能包容。我们都拿你当家人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做伤害家人的事。当你学会生活之后，你的思维、你的判断会更让人难以招架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李红宇懂了人情世故，将变得更加可怕。三金，你在我的推演中，正因为有你的存在，才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你太不确定了。短期影响很大，长期推演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发展规律，我只是一个人，影响不了太多。不，你已经影响了走势。特种作战系统、无人机蜂巢作战、对经济危机的预测，这些东西不该在这个时候出现，但是你让它出现了。三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推演下去了，但感觉大环境一定会因你而改变，所以很迷茫。唉，好累，我想要抱抱。还要玩玩吗？三金抱住李红鱼，温柔地亲了上去。小红鱼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还有更好玩的，你愿意跟我一块玩吗？愿意。气氛烘托到这了，三金再也忍不住了。经历1个多小时的奋战，李红鱼看三金的眼神变了。三金，上面想用你，但又害怕用你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你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在我的推演里，你的结局是……这5级秘密不要说了，我的结局怎样无所谓，只要活得舒坦就行。三金，这是恋爱吗？算是吧。谢谢，你走吧。我已经尝试过了，还是喜欢一个人。啥时候想要了再找我呗。不想要了，你对我影响太大，没法工作。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工作。回到港岛，三金安排秦王2人前往非洲筹办猎人学校。我的好弟弟，航母准备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来了？那我订明天的机票，期待与你的见面。我把航母放哪呢？三金不想直接把航母拖回国，因为李红鱼才警告过自己，就拉回港岛，我看你们怎么跟我谈。干爹，我准备拖航母去了。这么快？没错，但是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会不会有人对我不利？事做成了，谁敢对你不利？也是，看来我多虑了。不要把航母拖到国内，就在港岛放着。还得是干爹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
隔天，三金再次来到二毛国，受到了最高的礼遇。我的好大哥，不知道你想往哪方面发展，是资源方面还是金融方面？资源，我会全力支持你。此次来到这里，除了把航母拖回去，还有就是准备大笔收购各种资产，所以这2天你得成立个公司。听到这话，德米特罗大喜过望。但是控股公司的人不能是你，否则一定会被调查。这是当然的。那么我的好弟弟，你准备先期投入多少？5亿刀，你将得到30%的股份，公司需要的开支全部交给奥丽娜，也就是说夫人将掌控财政大权。没问题，就按你说的办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将见证一位资源寡头的诞生。二毛国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优质资源。三金这是名正言顺的窃取资源。晚上，瓦西里3人恭敬地站在三金面前。老板，您需要的人已经找好了，全都有情报工作经验，靠谱吗？我跟他们有交情，起码短时间之内靠谱。有女人吗？有2名。三金要安排些有情报工作经验的人监视德米特罗夫妻。老板，我可以留下来。你们还有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做，给我把航母拉到港岛，我不希望中间出现问题。老板，请放心。隔天，瓦良格号驶出黑海，意味着他以后将被大夏掌控。顺利回到港岛，三金接到了帝都的来电。三金同志，你为国买回航母，我代表。3天后，我要看到于红星，这个要求应该能满足吧？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我的父亲叫金宏武，于红星给了他致命一击，儿子为父亲报仇不为过吧？杀人者人必诛之。3天后，一辆政府的车缓缓来到见面地点。韩淑平，人呢？三金，你会拿他怎么样？这里不是聊天说话的地方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你爸也被杀了，你全家几10口也被灭门了。你是代表自己理解我，还是代表帝都理解我？没看到于红星，三金的脸色很不好看。我们肯定这里面有冤屈，需要时间调查，请你放心，只要这边查清楚，一定会为你父亲恢复名誉，并且还你公道。有意思啊，怎么还？是谁主持公道？又是谁维护正义？三金，所有的事都需要过程，你现在也今非昔比，应该懂得这个道理。看来你们是不打算要航母了。你不要冲动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上面有上面的考虑。小红鱼推到了哪一层了？他知不知道我接下来会怎么做？你跟韩总什么关系？同志关系。那就是没关系喽。本来我还想着看在韩直男的面上不搞那么难看，但既然你们没关系，那就好办了。他们是，这是于红星的老娘、老婆，还有2个孩子。三金，你冷静点，不要做傻事。什么叫傻事？于红星杀我全家可以，我杀他全家就叫傻事？你他妈是来恶心我的吧？不用对我试探了，我现在就表明态度。三金，你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了。这他妈是谁给出的昏招？人家拿航母换人有什么不可以？现在好了，三金发疯了。三金很生气，回到公司开始下达指令，立即着手建造赌场，有多高建多高，有多奢华搞多奢华。老子要把瓦良格号改造成全球最巨特的超级大赌场。纳塞尔将军，苏丹港的准安全咨询公司建设停工，驱逐所有人员。三金直接把苏丹港基地建设停下来，接着又打给了刚到非洲的秦王，带着龙焰的人即刻归队。师傅，为啥？你们太能吃了，老子养不起，原地解散。你们龙焰的人再厉害，老子也不用了。老婆，立即撤资，让他们自己生产微型无人机去。老公，怎么了？受委屈了。其实全方位撤资已经来不及了，但这代表三金的态度。南哥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解散内地的一切活动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国内帮派事务就地解散，倒不是三金赌气，而是果断止损。一系列的操作下来，三金来到山顶会所，这是他着手建立的情报培训基地。老公，他们不给我人，所以我动手了。老婆，你不该来的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反正我也没法独善其身。谢谢。夫妻间不存在谢谢，我支持你的一切决定。如果逃跑呢？那我跟你一块逃。眼见到手的航母飞了，帝都一片哗然，负责海上事务的张总眼睛都红了。这件事必须给个解释，否则我不服。谁负责的这件事？有能力就给褒奖，难道不应该吗？人全家被灭，就要各杀人凶手，怎么了？谁出的这个点子？给老子干出来！国家利益面前没有私人恩怨，航母是我们迫切需求的高端装备，因为一个于红星没了，王总是不是该给个解释？吴总走到王总面前，恶狠狠地指着对方。苏丹港基地停工，已经进驻猎人学校的龙焰队员被原地解散，退回国内。这个责任谁他妈能负？这是我们第一块海外驻地，知道它的战略性有多重要吗？就被你折腾没了，你狗日的安的什么心？还有猎人学校，你又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？狗东西，老子恨不得毙了你！
因为这个狗日的，废什么话，直接拉出去！我有什么错？难道他说要谁就要谁？国家颜面往哪放？我只是让他多等待会，他就枪杀于红星全家。这种人满身反骨，今天他可以撤掉一切，明天就有可能因为别的事选择叛国。谁敢保证他依旧忠诚？各位老总，是你们把他惯坏了。正如吴老总所说，国家利益面前无私事。诸位，现在该做的是立即抓捕三金。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向西方提供特种训练体系以及无人机蜂巢战术。王老总看似无懈可击的反驳，让吴总他们更加恼火。别闹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挽回。王总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明显你是在逼三金反，他在执行回归前的维稳任务。万一你真把他逼反了，导致港岛无法顺利收回，负得起责任吗？三金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南岭王的认可，乃至以先世世万古的叔老认可，你比他们都要清醒，还是说陷害忠良之后置国家于不义？韩总直接给王总扣上了陷害忠良的大帽子。诸位，这场闹剧该结束了，接下来研究怎么安抚叛逆的孩子吧，乱扣帽子要不得。另外一边，三金在港岛打人，龙焰的每个人都被抽得血肉模糊。到底滚不滚？没有接到新的命令，不滚。不滚是吧？三金顶住自己的肩膀，弹头穿透身体，打进身后的墙壁。师傅，滚不滚？滚！我们滚还不行吗？师傅，您保重。就这样，一群大老爷们哭着咬牙离开。老婆，我还没陪你度蜜月呢，刚好受伤了，没有1-2个月恢复不过来，意下如何？起码得3-5个月，枪伤跟枪伤不一样。唐英武眉头紧皱，眼神里尽是杀机。当晚，秦王等20名龙焰成员再度船上面色严峻，杀机勃勃。2位老大怎么办？没见师傅受过这么大的委屈，他一直都喜欢把事藏在心里。的确如此，师傅这个人看似冲动，实则非常谨慎。如果不是真的忍受不了，绝不会做这种事。他一直为国家付出，只是想要杀父仇人罢了，结果却被逼成这样。可即便如此，师傅也没有责怪国家，无非就是杀几个人发泄怒火。别说这么多没用的，就说怎么干吧。大不了进去蹲几年，出来之后衣服一脱，跟师傅干得更舒心。秦王双眼微眯，与孙银虎交换了个眼神。干不干？必须干。俗话说1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老子被欺负了，儿子不上能行吗？凌晨时分，20人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南岭豹子头的地盘。七爷、虎爷，别这么客套，叫师兄就行。2位师兄失夜过来，肯定有事，吩咐吧。搞20套武器装备，外军的，时间要快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给我留1部手机。豹子头出去搞装备，秦王则是打给了唐英武。师娘，我是秦王，到国内了。到了，在豹子头这里。按照名单拿人，保证每个都是活口。是，师娘。至于他们家人，师娘放心，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叫我队长，我已经接收了指挥权。这件事其实是鹦鹉下的命令，秦王跟孙银虎奉命行事。老婆，你干嘛呢？接个电话，港岛负责人的汇报培训日志。你可不准指使秦王这俩战争狂人，知道吗？赶走他们是为了保全。你看我的通话记录，是不是港岛负责人的？那就好，先养养伤，然后我带你周游世界，把空缺的全都填补上。我说去哪就去哪。转眼小半个月过去了，航母依旧停在港岛。三金则是带唐英武来罗马国看老太太。姥姥，我做的水煮肉片还行吗？大舅，这是专门给你卤的猪头肉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杀伐果断的暗皇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乖孙会过日子。姥姥，不用总夸他，难得老实几天，该夸得夸。国内有很多电话打到这里，但老太太一概不接听。这天地都书家迎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，南岭王。我这次过来主要是看看小锦，顺便带点补身体的东西。老爷子，您这样让侄女很是惶恐。呵呵，你这孩子怕是不想我来吧？最近出了一些事，让人很反感。但我清楚三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也讹过我很多钱，不仅讹我的，能讹的他都讹了，这是他的本事。但他终究把航母拖回来了，而且所有的钱都用在了为国家的建设上。三金这孩子独树一帜，该混账的时候混账，该大意的时候大意，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地方。会战，你有没有兴趣到南岭发展经济？当然有兴趣。大哥，听到小妹的话，舒会战立即醒悟过来。老爷子，我下一步认知已经。放错地方了，你父亲从来没有卸下过重担。国家经济要发展，南岭是重中之重，准备走吧。南岭王什么都没说，但谁都能看出来，此行目的是让舒锦劝说三金。我没法劝三金，毕竟是血仇，你们也别劝我。我理解小妹，这个话你不能开口，一切由三金自己决定。咱们家没有照顾好三金，绝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给他压力。要是洪武大哥还在的话，咱们两家多有意思呀。虽然只要舒锦开口，必然能改变三金的想法，但舒家兄妹异常团结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不管哪位老爷子再来，该怎么迎接就怎么迎接，但对于他们的要求一概冷处理。帝都某疗养院是级别很高的隔离保护单位。走进屋，摸进卧室，孙银虎一巴掌将床上的人抽醒。于红星，你们是谁？带走。秦王，求你放了我吧，叔叔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？你他妈是谁叔？叫爹，不然别怪老子下狠手。你，我是于红星，我是国家。
你们到底想干啥？我到底怎么招惹你们了？还有脸问我们干啥？全家都被干掉了，还有啥脸活着？我操！你说什么？我去，说漏嘴了。于红星在内地还不知道自己全家被三金嘎了。老大，不好了！大惊小怪的，难道还有整编师来抓我们不成？没有整编师，没有整编师怕个毛！就算来个整编师，还能拿住咱们20个人不成？我能不害怕吗？来的是，来一个打一个，来一对老子打一双，就算是杜连城，我也不给他面子。兔崽子，你要打谁？我操！爸，你咋来了？想抽就抽吧，我要是喊一声疼，就是你儿子。要杀就杀，瞪什么眼？就是我抓的于红星，也是我上的刑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赶紧打，打完之后别添乱，就当没看到。秦雄盯着秦王看了好一会，最终无奈的叹了口气。你觉得发现不了你们？你是拿密恩局当白痴，还是拿占卜当傻子？发生了这么大的事，还是在帝都，能瞒过谁？不可能，抓于红星之前做了详细的部署。不要把所有人当傻子，在你们进入帝都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被盯上了。龙岩失联20人，你觉得是小事？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归队。大队长，归队。是。你也给老子滚！不揍我了，爸，你可得想好，我这一归队，你就难找揍我的机会了。我知道你为啥不揍我了，分明就是你们利用我们部的局，自己不好意思抓于红星。给老子滚！好嘞。秦雄走到于红星面前，为其取下了头套。老秦，我老婆孩子是不是都死了？于红星，你知道自己惹出了多大的乱子吗？因为你一个人导致了多方争端，那是老子的问题吗？放了我！放了你？开什么玩笑？是我儿子抓的你，你老婆孩子外加你老娘全死了，是你害死的，因为本来只需要死你一个。于红星拼命挣扎，但直接被杜连城打晕。抓他的活不能我们做，刚好有人从疗养院把他带走，战部接手保护就很合理了。发酵需要时间，直到出现最佳的时间点，三金才会现身。你给秦王下了什么命令？我问你给秦王下了什么命令？我是要把他们摘出去，但你的做法明显不对。还有就是我在布局，你的做法会影响到我。鹦鹉没有说话，自顾自的摘菜。老婆，我知道你疼我，但有些事不能操之过急，毕竟我是一个人，上面没有大树，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现实。如果我爸还活着，那么我做出这么大的成绩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如果我做错了，随你怎样，你是我丈夫，我看不得你受委屈。你真给秦王下命令了？你诈我！我说你怎么最近有点怪怪的？三金，你变了。我怎么变了？从前杀伐果断的三金在哪？唐鹦鹉，请你用指挥官的思维重新跟我说一遍。我是你老婆，也没毛病。抓了于红星，还没来得及做别的事呢，就被发现了。一群蠢货，做点事都不利索。挺好的，他们还需要成长。于红星在战部手里，应该是不会交出去了。我干爹真黑，借秦王他们的手把于红星抓到，然后以各种理由扣在手中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会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后，把秦王他们送去军事法庭，接着就有意思了。得找我问问这个事该怎么办，最后顺理成章的再塞给我，并且表示这是秦王他们的特殊任务。三金瞬间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，猜到吴老总的下一步动作。差不多就是这样，特种部队一切皆可任务，身份多元化。等等，这是你跟干爹打的配合吧？反正你还得用人，咱这么一整就名正言顺了。再说了，现在部队系统弱，因为重心在发展经济上，干爹他们需要把于红星攥在手里，从而让对方投鼠忌器。老公，你不会生气吧？老公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我今天穿了丁字裤。转眼2个月过去，部队的几个老总着急了，还在等什么？航母停在家门口2个月了，眼看就要变成赌场了，再不做决定，航母就废了。猎人学校再过小半年就会招生，三金任总教官，学员则暂时只考虑西方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它意味着我们领先的特战体系不再领先了，很快就会被西方追平，所有的优势都将彻底消失。经济是很重要，但现在是自毁优势，都在等着看三金敢不敢。三金也在等我们的态度。王老总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如果他要这样做，就是叛国。给他时间，就是给他好好思考的机会。但现在看来，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。我去你妈的，不受控制！张总，注意言辞。对于三金，我表示非常遗憾。我们给足了他时间，结果却做出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的选择。张总，不要冲动。这是正式场合，不合适。几位老总一边拉张总，一边疯狂下黑脚。这里有三金的所有违规记录，并且还有智囊团根据其行为做出的报告，最终的结果写在上面了。接过报告，吴老总几人脸色一变，因为最后一页的总结写着叛国，负责人李红宇。这不是我乱说的，虽然我们意见有冲突，但都是为了国家。别说今天你们把我打一顿了，就算是毙了我，该坚持的依旧得坚持。许国之身当不朽，归农工驾役犹荣，这是我的态度。闻言，吴总几人不再争执了，王总嘴角则是露出一抹难以察觉的讥讽。我看今天就散了吧，争执了2个月的问题也清楚了，希望届时各位老总能以国家为重。智囊团怎么会出具这样一份报告？虽然不能判死刑，但翻盘的机会微乎其微。所有的大战略方针都是由智囊团先制定出来的，基本上只要制定出来，最终都可以顺利实施。
三金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唐英武得到消息后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老婆，是不是国内传回消息了？是，国内传来了消息，你被宣判死刑了。半壁江山的人都没摁住，这他妈问题有点大了。收拾，回国。你疯了！现在回国？必须回国。回国是找死，干爹都护不住咱们。不回去就没机会了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仇，但事情已经超出控制，唯有铤而走险。我不同意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还有舒姐肚子里的孩子。我回去，你们就没事；我不回去，你们都会有事。我父母的一幕不能重演，所以你就要一个人回去扛下所有。老公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这么多功劳都比不过一句莫须有。唐英武用力抱住三金，眼中闪烁着泪花。他们找到了你的弱点，就是利用这一点逼你回去。难道你看不透？舒家有自保能力，舒姐跟孩子不会有事的。的确不会有事，但意外呢？还有魔都黄老他们全得受到牵连。你回去就能保证他们没事吗？我们可以再想想办法。没办法了，正如你所言，他们摸清了我的弱点。唐英武大哭不止，形势就是要逼三金回去，否则坐实反叛，就会有一大批人受到牵连。小红鱼，听说你对我进行了推演，结果是叛国。是的，我明天就回国。三金，巫都的和尚道士都是假的吧？我做了3场法事都没能把你驱走。我这个人确实很难驱。那我要怎么办？小红鱼，你把我往死的坑，现在还问我怎么办？也就是半壁江山的老爷子都保我，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死了，是不是就能把你驱走了？如果我死了，会每天晚上纠缠你。三金，你别说了，我害怕。嘿嘿，报告做得不错，以后别做了。隔天，三金两人回到党岛。老婆，这个情报基地是我们的重中之重，不管我是否能回来，你都要把这里做好，可以吗？我明白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死，因为还有价值。最终能不能活着出来，全靠你了。庞大的情报体系不单单是搜集情报，还包括刺杀跟营救。黑皇后，第1张晚上飞往巫都的机票是？还有什么吩咐吗？10分钟后开训练。再次来到帝都，三金直接由黑山护送，总算享受到这种规格了。没想到国家对我这么重视。天黑的时候，三金被送进太城监狱。老哥，贵姓？我姓韩，叫我韩管教就行。来到这里别拘束，该受审就受审，该学习就学习。这是什么监狱？太城监狱。我早就该猜到的，这里有4幢带审讯室的楼房，排号为甲、乙、丙、丁。你想干嘛？别琢磨越狱，否则谁都救不了你。我越狱干嘛？把我关在这里是对我的保护，我感谢都来不及。这么晚了吵什么？还城收押新人就麻利点，不知道我有精神衰弱吗？去你妈的！老子说个话怎么了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我是灰安陈启祥。原来是陈老狗啊！我是三金，没想到咱们在这里又见面了。三金，你个王八蛋，老子要弄死你！陈启祥，你给我安静点，来这里不要搞事。老韩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跟他产生冲突的。林之涵依旧在雾都女校读书，放学后就跟着李红瑜学习。魏新征则是派人保护林之涵的安全。老大，这边有我看着，肯定没事。你不懂，你觉得大管家地位如何？大管家是老太太的人，大龙头都未必能使唤得动。大管家见到大龙头只是微微点头，可见到三金却是鞠躬行礼，可见大少爷的地位不是一般的高。突然，阵阵枪声从对面响起，魏新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别墅门前。怎么回事？龙头，这个女人要硬闯院子。新征见过少奶奶。我操！我就是来看看，方便吗？方便。三金的女人多了，这2个我知道，退下吧，跟你无关。李红瑜在吗？是说滚蛋！我堂堂将妻，硬是被你们2口子按在地上摩擦。哎呦，天鹰好大的气场，欺负小朋友挺内行呀！我就说李红瑜不可能只带个将妻出来，国家也不可能放心让他走这么远。原来是龙鳞战皇。龙鳞有战皇，龙焰有天鹰，说的就是眼前的2位。很多年没切磋过了。2人四目相对，碰撞出火花，瞬间战成一团。可以了。见到正主，唐英武的眼神变得冰冷起来。我的报告有2份，第1份给别人看的，推演结果是叛国；第2份只给了3个人看，推演结果是忠诚。什么意思？第2份报告我只给了那3位看，三金执意要回国，我怀了他的孩子，这就说得通了。唐英武，三金的目的是报仇嘛？不然呢？你再好好想想。虽然你不太聪明，但应该懂三金。你聪明，你懂。不要生气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也就是因为你是三金的妻子，我才愿意多跟你说几句话。太嚣张了！三金要做暗皇，不单单要报仇，他可以大开杀戒，然后转身离开，但那将意味着失去国内的所有支持。快意恩仇很痛快，但只懂杀人就不对了。偶尔情绪失控可以，但关键问题不允许情绪管理出现失误。李红瑜不疾不徐的几句话，就说出了三金的目的。届时所有人都会对他失望，只懂杀人的人不堪大任，最多也就是做别人手里最快的刀。暗皇是皇，跟杀人多少没关系，但跟怎么杀有关系。他在太城监狱，
那里有很多秘辛、错综复杂的庙堂关系，这些都是暗皇需要掌握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三金是要为成为暗皇做铺垫？是3个人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。还需要我说出哪3个人吗？不用说了，现任的2位以及退休的1位，他们从来都认可三金，也有重启暗皇的意思，但是得看三金是否合适。如果他不合适，就再也不会有暗皇。所有的困苦、彷徨未尝不是考验。其实三金没有经受过考验，但是我怀了他的孩子，我家也参与了围杀金洪武，所以只能以身入局。也许三金会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对我家挥动的屠刀会留下几分情面。唐寅武，这是我所能补救的一切，也不知道是对是错，但不管怎样，终究得陷进来。此时唐寅武早已震惊得无以复加。这就是大智若妖嘛？跟三金怀孕是第1步，用的是女人的身份；影响上面的3位是第2步，用的是智慧；把三金推成暗皇是第3步，用的是自我价值。有了第1步，才有后面的步骤。如果上面3位放弃三金，就等同于放弃了李红瑜。李红瑜，你很可怕。我不想杀三金，他给我的感觉不一样。如果他死了，我就太无聊了。谢谢。如果你想搞死三金，1份报告就够了。三金不是那么好杀的，其实我到现在都没研究透他。算了，这是我所有的推演中结果最好的。真是个理智的女人。三金被关进太城监狱，吴老总很开心，王总却非常激动。为什么要把三金关在太城监狱？他根本没有资格，我要求将他从监狱提出来。王总，审理是个复杂的过程，三金涉及的敏感问题非常多，所以放在太城是有特殊原因的。我们最高检有自己的审理过程。再说了，对他的审理不适合太多人参与，因为有些东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王总，你在怕什么？放心吧，只要确定三金叛国，很快就会执行枪决。我不是怕什么，而是程序有问题。林总刚才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感觉有问题的话，可以书面提出，或者亲自去找。太城监狱审讯室，三金悠闲地吹着口哨。三金同志，你是来受审讯的，能保持点尊重吗？刘组长是舒老的门生，当初提档也是他操作的。你审你的，我吹我的，咱们互不影响。老刘，不管怎样，我也进监狱了，庆祝一下，开啤酒，咱哥俩走一个。这是太城监狱，对我来说什么监狱都一样。烤串啥时候才能好？我都吹饿了。厨子给你烤去了，就不能等一等？监狱长为啥不给我烤？你还想上天不成？审讯进行了1天1夜，三金该吃吃该喝喝，生活质量丝毫不受影响。转眼2个月过去了，三金迎来了第1次放风。你在这里干嘛？给你分配的是洗厕所，还不赶紧干活去！老东西想挨揍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跟我大呼小叫了？别他妈烦我！混账东西，我按照法律跟监规管理你，如果有什么不服的话，我会向上级汇报。哎呦，现在知道讲法律跟规矩了，要是早讲的话，也不至于蹲进来，还说我混账。马德，老子从来没有搜刮过民脂民膏，也没愧对过穿过的军装，你有脸在这跟我扯淡吗？听着，你这个大队长我要了。马德，许春阳刚抬手，只见三金抡起拳头往自己脑袋上砸，直接倒地不起。救命啊！大队长杀人了！怎么回事？是他自己打的自己，跟我没关系。政府我晕，我恶心，我想吐。许春阳，一会再找你问话，先把人送医务室。论完阴的，谁也比不过三金。哪不舒服呀？好像是尿道炎。你说你一个大小伙子跟老头较什么劲？他们基本上都出不去了，你还是有机会的。三金，我听说过你的事，特种部队总教官，年轻有为，还把航母拉回来了。可就是太冲动，听姐的好好改造，真的有机会出去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舒老的女婿。前2个月南岭王他们都去舒家了。姐，你用的什么香水？身上好香啊！听到叫声，韩管教立马拉响警报冲了进来。三金，松开李医生。你觉得我会松开吗？足足过了3分钟，荷枪实弹的警卫这才赶到。3分钟才来，反应速度够慢的。这所监狱外部没大问题，但内部漏洞很大。我可以设计出智能监狱管理系统，堵住所有漏洞。但我见监狱长汇报这件事。你胆子可不小。我今年20岁，胆子要是小的话，能来这里蹲监狱吗？你别在我这惹事好不好？三金，外面的事咱就不说了，你不可能永远被关在这里，就当给老哥一个面子行不？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，千万别再动手了。那些老胳膊老腿经不住你3拳2脚。是我挨打的好不好？对，是你挨打的行了吧？说说你的智能化监狱管理系统，我很感兴趣。咱们这个监狱很特殊，都是些老干部，说是蹲监狱，其实跟退休也差不多，管理模式也很落后。要是能做出智能化监狱管理系统，我给你记大功。我有10几种法子粤语，说说，我记录一下。不用记录，这些在管理系统上线之后都会补全。重点是如何防止自杀。太城监狱不怕粤语，但是怕犯人自杀。每一间监舍安装体温检测系统，设定体温警戒线。当人的鲜血流失过多的时候，会出现失血性休克，这个时候体温会降到35度以下。一旦检测到人体温度达到警戒线之下，
就会自动触动警报，给抢救留足时间。其他致死疾病，诸如脑梗之类的，也会引起体温的明显下降。到时候可以做出双监测系统。你真能做出来？当然呢，同时还有人员定位系统，每个人手上套着手环，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追踪到。配合监控系统，可以做到完全掌握每天每个人的动向。多久能做出来？先采购点耗材，我先做出来一套，到时候你拿着申请的专利。专利是你的，我不会抢你的功劳。裴老哥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我能否出去跟立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也懂的。这个以后再说，我现在就让人买耗材。我的脑袋真的嗡嗡的，不好好治一下，就怕做的不够完美。这样吧，老弟，以后你每天就不工作了，上午、下午都可以去医疗室接受治疗，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算。那就谢谢裴老哥了，我还有个事。老弟，你说。其实我做大队长才最合适，这才是三金的目的所在。大队长的自由度很高，但裴狱长却皱起了眉头。裴老哥，你的管理难度大吗？说句实在话，这里的管理难度真的很大。消极的消极，闹自杀的闹自杀，太复杂了。给我1个月，保证没人敢闹自杀，更没人敢软抵抗。你想咋管？怎么管你就别问了，肯定不会打人。这些狗东西就是仗着曾经的资历，其实都是装的。裴老哥，我不怕得罪人，也得罪得起，所以你可以考虑考虑。这样我给你1个星期时间，如果能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管好这些人，以后大队长就是你的。得嘞，就这么着。此时放风场，几个犯人沐浴着阳光。陈启祥，你老婆真被那个混混睡了。苏国富，你什么意思？小陈，没别的意思，毕竟大家都挺好奇，听说你还是被这小子搞下来的。别走呀，跟我们说说你老婆是怎么被这个小混混睡的，反正也是前妻了，你一说，大家一乐呵的事。欺人太甚。住手，不准打架！管教！陈启祥上来就打我，都不知道是怎么了。我们作证，就是陈启祥先动的手。陈启祥为什么打人？我就是看他不爽，就是要打他。陈启祥违反监规，罚你反省3日。另外一边，三金又来到医务室检查。李美娟，好名字，你知道什么叫经验吗？经验就是我上次见到你的那一瞬间就冲动了。老实点，再敢油嘴滑舌，看我不收拾你！你没试过怎知道我油嘴滑舌？看来真得给你做个尿道炎手术了。你做吧，反正我都落你手里了。如果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我的人生也值了。你这张嘴不知道骗了多少女孩，也敢拿到我这里用？美娟，你是帝都第2，当然得在你这用。哎呦，刚才把我夸得开心死了，怎么这回就变成帝都第2了？第1是谁呀？你做第2，谁敢认第1？我还以为舒锦是第1呢。舒锦，论漂亮程度的确比不上你，我这个人实事求是。美娟，你在我眼里看到了什么？什么？我的眼里只有你。你知道我是谁老婆吗？你是谁老婆无所谓，喜欢就是喜欢，第一眼的浪漫，如何不让我怦然心动？你，美娟姐，你好像是这里的主任，如果有人自杀，需要你做鉴定吗？啊，对，伤情之类的都需要我鉴定。调戏李美娟是顺带的，三金是想知道这里究竟谁负责鉴定。太城监狱一共65名犯人，三金把他们按照小团体分类出来，都是一群痴迷于权力，同时又被权力支配的行尸走肉。只要施展出权力的诱惑，就能拿下。邱本初、武胜利、戴成。三金面无表情地说出了3个名字。杀我全家的主谋有这3个人在内，他们必须得死在这里。李美娟负责鉴定，她的报告怎么写关系到我能否干掉他们。隔天，韩管教带三金前往医务室做智能化管理系统。老弟，这次不会吓人了吧？我得写智能化监狱管理系统，哪有时间吓人？上次我不过是要提出意见罢了。提意见可以逐级反应吗？话说的倒是不错，但先睡妹子再泡，跟先泡妹子再睡完全两码事。妹子没泡到呢，怎么能先睡？美娟，想我了没？你松手！我昨晚想你想的失眠，你呢？快松开，否则我就……美娟，你润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非得欺负我干嘛？三金没有说话，一屁股坐在李美娟的电脑面前。你干什么？别动我的电脑，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资料。我是为了爱你，所以积极改造。你疯了？小声点。我在写智能监狱管理系统，本来可以有单独的房间写，但是因为想你，所以来这里写。你会写程序？我会的很多。全国特种作战系统是我写出来的，航天部无人机程序以及蜂巢平台是我写出来的，所以写个监狱管理系统很正常。美娟，你说我努力立功，能出去吗？其实我不愿以犯人的身份跟你相处，总觉得配不上你。我从未拿你当犯人对待过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三金都在医务室工作，顺带调戏李美娟。老韩，这几天辛苦你了，一直蹲着我。不是蹲着你，我也想自由活动一回，相互理解吧。你还记得韩之南小时候的样子吗？当然记得，假小子。韩之南是谁？韩叔，没人会无缘无故对一个人好。我接着去做程序喽。突然的炸话让老韩下意识的收漏嘴。这小子果然厉害，难怪能搞定之南那丫头。三金，你真的好厉害，这种复杂的编程竟然都会。它的功能很多，还有专门帮你上传整理资料的页面。我的宝贝不能每天工作到深夜，所以这是专门为减轻你的负担而做的。在一声声宝贝中，李美娟渐渐迷失了自我。三金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终究是囚犯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从未拿你当过囚犯。宝贝，你自己录入吧，韩管教要来巡视了。三金突然离开，让李美娟很是失落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三金带着狱警们满监狱的装监控。
这7天对三金来说很快，但对李美娟却是纯粹的煎熬。小李，看你最近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太累了？教导员，其实我想跟你汇报个情况，但一直考虑到犯人的敏感性，所以纠结了好几天。什么情况？我怀疑三金患了脑瘤。你说什么？他的头疼不是装的，他存在呕吐现象、眼睑下垂等等，这些都是患上脑瘤之后的机能反应。你确定？没有仪器，我无法确定。我认为需要安排他做一次检查，以确定是否患有脑瘤。这件事保密，绝对不能传出去。我这就去找监狱长商量，你好好给三金做一次检查。保密，一定保密。监狱有专门对接的医院，由李美娟全权负责。1个半小时的狂风暴雨过后，李美娟流着泪喃喃自语：你说我是不是个坏女人？背叛了家庭，背叛了老公。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。虽然我们不能时时在一起，但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体检报告出来了，初步诊断为脑瘤。李主任，你有什么方案吗？给三金吃药。如果真吃药，以他的聪明，肯定能想到什么。我们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更不能让三金知道。这样吧，每半个月复查一次，我会盯着脑瘤的发展程度，努力把握住。他肯复查吗？这点没问题，他很乐于接受特殊对待。另外一边，被迫脑瘤的三金浑身舒畅。监狱里勾搭女医生，趁着体检的机会做了针灸，真他妈回味无穷啊！集合，都给老子跑快点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大队长。我的规矩跟之前的略有不同，但具体哪里不同，以后你们会清楚的。当然了，别看我叫的凶，其实也是很好说话的。不管你有什么事，只要跟我说清楚，都好商量。可如果擅自而为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听到了没？好大的官威，毛长齐了没？就敢在我们面前大呼小叫！小崽子，你怕是没搞清这是什么地方吧？我们这些人随便拉出来一个，都能吓死你爷爷。不愧是经历过风浪的，各位都是一步步厮杀上去的，哪怕到了这里，也掩盖不了你们一将功成的实力。但我了解你们做过的事，你们未必了解我做过的事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好好介绍下自己。我叫三金，从灰安的小混混做起。为了拿下南城，我杀了3驴子全家；为了统一灰安，我灭了高文、高武兄弟全家，接着杀下魔都，把林朝阳关进精神病院，霸占了他的女人跟女儿。刚到省城，我就收到了陈启祥的大礼，无数帮派要我的命。陈老狗，你还记得那晚我杀了多少人吗？所有人的目光看过去，陈启祥慢慢伸出了2根手指。200多，没那么多，我徒弟也杀了不少。在这当中，我去特种部队支教，创建了领先世界的特种作战体系，亲自率队完成了一次反恐任务。魔都皇家大小姐在非洲遭遇战乱，我前往苏丹，一个人一把枪，在10多万部队混战的区域把黄蕊救出来，把他们送走之后，老子带人一口气杀到飞南炮红野鸥雇佣兵总部，接着帝都安阳侯要跟我比划比划，老子在魔都机场把他的人全杀光了，到现在地板缝隙里还都是血。杀这么多，老子都好好的活着，还他妈需要看你们这群老王八的脸色吗？陈启祥，出列！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谢谢大队长。还没说完就谢谢，我给你个做狗的机会，愿不愿意？愿意，愿意。很好，从现在开始，陈启祥任副大队长，协助我的工作。陈启祥一愣，感觉三金没有那么讨厌了。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老婆也是我的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喜欢我睡你老婆吗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解散，明天开始重新分配工作。老陈，我知道你恨我。没有，绝对不恨，我还得感谢您给我那小儿子留了一条活路。这段时间你过得不是很舒服，接下来就往舒服的过。我可以嘲笑你，但他们不行，我的狗还轮不到别人说3道4，懂了吗？懂了，您就看我怎么做吧。狱长办公室，韩管教汇报了刚刚发生的一切。三金对权力的理解太深了，轻而易举就把这些家伙收拾住。我倒是不意外，如果他没有点能力，怎能活到现在？可惜患了脑瘤，这大概就是命吧。天才往往死于夭折。另外一边，李美娟闷闷不乐地把三金找来。宝贝，怎么了？我有个事想跟你说，但又怕你说我。什么事？我给你虚构了一个脑瘤，就是为了想跟你在一起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很自私？难怪我被安排去体检。很好，可以借助这个病情放手干了。美娟，你负责鉴定尸体吗？监狱所有关于医疗方面的事都是我负责。能帮我个忙吗？我在监狱里有几个仇人，准备把他们干掉，到时候你要帮我做鉴定。杀父之仇必须得报，如果只是一个就不需要你帮我了，但是有3个。三金，这种事很严重的。正是因为严重才要找你帮忙，因为我信不过别人。可以，还是算了吧，这对你的影响太大。你信不过我吗？我已经为你成了坏女人，既然已经坏了，那就一坏到底得了。好了，不开玩笑，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。女人爱听故事，尤其是有家庭的女人更愿意做圣母。三金，你好可怜。我不可怜，因为有你。尝到权力甜头的陈启祥把三金当成了祖宗。大队长，轻了还是重了？您说话。陈启祥，你想出去吗？怎么不想？我倒是有法子让你在短时间之内出狱。
真的假的？你知道我是卧底吗？好好想想，我为什么能进太城监狱，又为什么能这么快成为大队长？大队长，您的意思是，这里的情况很复杂，没判死刑的人背后都有庞大的关系网，就看你想不想出去了。我想知道该怎么做吗？知道，感谢大队长给我机会，这是你自己赎罪的机会。记住，如果暴露的话，你可就得提前舒服了。摸清这里的关系，根本不用三金亲自出手，只有这里面的人才真正了解。但一个陈启祥不够，还得再找一个。很快机会就来了，监狱要对楼顶进行修缮。大队长，您歇的就行。是啊，大队长，您跟管教在这歇着，我们去看看情况。说话的是邱本初，三金的报仇对象之一。老韩，你知道我跟南哥的关系吧？知道一点，我这个侄女从小到大要强，没人能拿得住她。结果遇到了你。既然知道，今天你得帮我一个忙。有事你就说，只要不是越狱就行。越狱倒不至于。老韩，你们韩家真的站在我这边吗？这个问题很严肃，牵扯的东西也很多。当然，估摸着要不了多久，你就能出去了。那我要杀个人。我操！什么？三金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杀父弑母之仇总得报吧？既然你们选择站我这边，就得支持我。话说的没错，但是我都跟你说杀人的事了，你觉得能制止得了吗？这是在楼顶，我不介意多杀几个，包括那2个狱警。老韩，也许你对我还不是太了解，我要杀谁，那是一定要杀的。三金这不是威胁，是告诉韩管教得站在自己这边。10分钟后我会把狱警支下去，希望你已经安排好后面的事了。10分钟后，三金提着警棍来到邱本初身边。大队长，有什么指示？邱本初，当你听到我名字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起过一个人？什么人？果然是人老了，我帮你回忆回忆。10多年前，有一个人叫金洪武，被称为暗皇，但一夜之间，全家几十口人被杀得干干净净。你跟金洪武什么关系？我是金洪武的儿子，现在找你讨债。邱本初大惊失色，转身跑路，一截铁丝顺势勒住他的咽喉。老实点，你就不会死。苏伯父什么都不敢说，他惊恐地看着韩管教死死地勒住邱本初。跑得挺快，但是有用吗？2棍下去，邱本初的双腿尽断。灭我家满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随着警棍不断的抽打，邱本初的4只骨头全被抽断，彻底失去行动能力。好了，收拾残局吧。把邱本初丢到楼下，三金火速叫来监狱长。怎么会这样？韩管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正在劳作的时候，他一脚踩空掉了下来，是我监管不到位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三金，邱本初到底怎么掉下来的？他为了表现，不听我的吩咐，跑到楼顶边缘。监狱长有止疼药吗？我头疼得快炸开了。三金，千万别激动。最终，李美娟出具了一份坠楼而亡的意外报告，此事便不了了之了。邱本初的坠楼让武胜利感觉到了危险，为了离开，硬是1个礼拜没有睡觉。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我先开点药，明天带你去做体检。听到李美娟要带自己出去，武胜利眼中闪过一抹喜色。另外一边，三金把苏国富叫到了厕所。大队长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的狗命吧。堂堂正正做你的人，还是乖乖做我的狗？做您的狗，您让我咬谁我就咬谁，保证最听话。听话的狗我不缺，但缺一条好狗。你能做一条好狗吗？闻言，苏国富疯狂点头。好狗还是蠢狗，看你的行动。隔天，医院体检的时间到了，三金和武胜利被分开2个病房。三金，我怀疑监狱长他们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最近一直让我忙别的事，我想见到你都难，该怎么办呀？不用担心，他们肯定不知道，否则复查也不会让你过来。不知道就好，我都好久没见你了。不如待1晚上如何？处理武胜利的死，怎么着也需要通宵达旦。此时武胜利还在庆祝劫后余生，突然满脸惊骇地站了起来。武胜利，你比邱本初聪明点，猜出我是谁了对吧？放了我！以不睡觉造成身体出现衰竭反应，为的就是出来看病，然后找机会逃掉。想法不错，以后别想了。来吧，松骨时间到了。放心去吧，我保证你的家人会一个不少的陪你。又一名犯人死亡，让币安局出动了。韩之南带人封锁现场，展开调查。裴狱长，可以跟我说下具体情况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不是为了这一个案子来的，还有前些日子邱本初自杀的案子。根据我们的侦查，怀疑邱本初也死于他杀。当然了，只是我个人的初步怀疑，因为2起死亡案件时间相隔短，而且2人还有共同点。这2件案子绝对无关，邱本初就是自杀。我们做了细致的鉴定，所有报告都递交给了刘组长。可能我的怀疑是错的，毕竟监狱在这方面的能力不比我们差。裴狱长，感谢你们的配合，现场交给我，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送走裴狱长，韩之南来到三金的病房门口，人在里面，在里面，一直在。小南，有5分钟的时间差，去给我爸打个电话。好的。三金，你知道她是谁老婆吗？能不能有点底线，有点道德观念？当然有，老子没睡你就是最大的道德观念，也是我这个人最大的底线。我去你大爷的！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别骂了行不行？我跟美娟相爱，爱找你啥事了？不要嫉妒，我终究还是有底线的，不是谁都愿意睡的。你他妈啥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不愿意睡你。
你凭什么不愿意睡我？我操！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汪夫人平日里素朴保守，没想到竟然也出来偷食。别说了，南哥你冷静点，给我点时间，我绝对睡你，说到做到。行了，说正事，三金你杀人能不能藏着掖着点，不要搞得这么粗糙，这不是你的风格。不是吗？我又不是变态，杀人干嘛要搞这么细致？行，你说的都对，抓紧把该干的事干完，别总在监狱里享清福。我是犯人好不好？炮兵身份的犯人。这个案子密安局接手了，我就过来看看，没啥大事。你出马还能有什么事？最近外面有情况没？想搞你的急得直挠头，偏偏没法插手。他们是真不了解什么叫战术，什么叫以退为进，内部舆论声很大，质问为什么放弃航母，放弃海外准军事基地。吴老总以退为进的战术，足足拖了将近5个月。那边的人倒想跟你谈一谈，但你被关在太城监狱，这不是他们能插上手的。谈他大爷！当初非得把我弄死，现在知道谈了。还差几个？一个。抓紧时间办了，然后准备出狱，收拾你的烂摊子。怎么能说是烂摊子？港岛的萧盟已经乱了，眼看还有1年就回归了，派谁去能收拾住？还有国内这一摊子，你的一江六门什么玩意的也开始不听话了。三金消失的近5个月，外界开始乱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三金没有动作，而是搜集太城监狱盘根交错的势力、关系图谱。啊，队长，这是我最近收集来的东西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干得不错，我该怎么奖励你呢？不用奖励，这是我该做的。该讲就得讲，等我消息吧。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，近些日子该出去了。出去？不然呢？你当我为什么敢堂而皇之的杀人？为什么没人找到我头上？老苏，有的时候我代表的不是我。您的意思是？到时候我会着重汇报，你也许很快就能出去。感谢大队长栽培，我一定不负信任。事情到了这个份上，裴狱长也清楚三金的目的了。我还有一个人得杀，也是最后一个，希望裴老哥能给个方便。也许我该想想接下来去哪养老了。我三金做事有始有终，你何去何从不需要担忧，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就行。那就感谢老弟了。晚上放我出来，我要睡李美娟。离别炮，要尊重。此时外界乱得一塌糊涂，萧盟下面的几个老大开始内斗，都想自立山头。非洲的猎人学校也即将就位，但偏偏三金这个总教官不在，托尼将军的野心暴露出来，开始压制乔治王子。这天，三金找到了他最后一个报复对象。老戴，你从前学过厨师？没学过，但吃的多了也就懂了。币安局督导科的办公地点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你该知道富民湖吧？这是督导科办公地的一个湖。戴成面色骤变，惊恐地看着三金。火很大，逃都逃不出来。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房梁砸下来，把我妈活活砸死。我就是知道秋本初和武胜利的死是有原因的。这件事牵扯到很多人，我掌握的也不全。给我一份名单，你不是主犯，我能放过你全家老小。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三金，你真的能放过我家人？我说放过就一定会放过，就看你信不信了。好，金洪武做事光明磊落，他的儿子也差不到哪去。我给你名单。很快，戴成写下一串名字交给三金，这些都是参与奉民湖纵火杀人的。你想让我怎么死？放心吧，不会让你死的难受的。你要烧死我！三金抬手便把1桶汽油全部浇了上去。都是爷们，给我个痛快吧！我求你了。我这个人讲究以牙还牙，所以你得被烧死。3天后，三金被黑山护送进了一个普通的小院。1个小时后，三金秘密离开，没人知道他到底见了谁，还顺了一条熊猫牌香烟。老婆，你受苦了。老公，我没事。你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？男孩还是女孩？女孩。女孩好，咱家的女孩会被宠上天，男孩就惨了，会被我打成狗。三金回来了，大哥，这次收获没钱吧？收获的确很大，还搞了一条烟，大哥拿去抽。我操！我可不敢要，这个烟袋有编号，适合收藏。抽呗，老头说了，以后每个月给我留4条。送回去，你怎么敢的？凭啥？这是老头送我的，大哥，老头还说让你去拉酒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三金老老实实的在家照顾书锦。这天，韩之南找到三金，于红星你还办不办了？人都快关傻了。还有，魔都的一江六门已经崩了，另外在严打的加持下，各省的帮派也都乱套了。你猜猜惠安乱了没？我刚出来，总得先陪陪老婆吧。明天计划去惠安，先带我去看看于红星。于红星被关在某个小院里，整天疯疯癫癫的。金教官，同志们好，为人民服务，同志们辛苦了。韩之南受不了，下意识的要踢三金，却反手被三金擒住。你他妈有病吧？信不信老娘崩了你？那个谁，有渔网吗？报告金教官，没有。为什么没有渔网？一旦碰到突发事件，怎么实施抓捕？拿捆绳子？有吗啡吗？没有。杜冷丁。三金这是要凌迟。被凌迟过的都知道，活寡的滋味极其痛苦。有点意思。于红星，你还记得苏玉吗？还记得苏玉给你生的双胞胎吗？听到这话，于红星终于装不下去了。三金，你已经把我全家杀光了，难道就不能放他们一马？你父亲的确是我补的最后一刀，可你把我全家都杀了，难道还不够吗？倘若你早早自杀，我还真救不出这母子3人。事情已经进展到这里了，你想保住他们娘仨的命，只有一条路，把当年的事原原本本跟我说一遍，包括参与的每一个人，每一股势力。
没多久，于红星面色狰狞地递给三金一份名单。不错，但是我不信，当老王八放弃你的时候，必然会杀人灭口。他怎可能让你活这么久？我是他的妻子，我死了也绝不会让他们好过。突然，三金手起刀落，割掉了于红星的舌头。该说不说，你们这一招的确凶狠，稍不留意我就会成为老王八的祭品。但可惜我不是我爸，他一心只想着报国，我一心只想着谋求私利。报国者不屑小小，利己者无视规则，这就是我跟我爸的区别。可怜我妈跟着遭殃，准备接受审判吧。三金的碎尸之名席卷帝都，老王八与一个中年男人笑眯眯在帝都的某个会所。程斌，你觉得三金怎么样？5负1个，是有点小聪明，但层次还差得远，这是没有进入过权力圈的表现。小聪明的确很多，你牺牲了一个老婆，回头补给你无所谓，跟着老总您也不在乎这些了。那可不行，怎么着也得找个门当户对的。老总，虽然三金远离权力，但不能忽略他的战斗力。除此之外，他的行事风格相当狠辣，于红星就是例子，所以不得不防。杀他父母的又不是我，需要防什么？难道他还敢杀我不成？就算想动我，吴总跟舒会战都不会同意，大家都在规则内。我早就想跟吴总他们开战了，只是没找到好机会。刚好三金向国内要于红星，如果三金真的在国内大开杀戒，吴老总他们肯定不好保，那么这个局就会失败。但我判定国家不会放弃他，基于这个判断，我才把反叛的帽子扣在他头上。如此一来，必然有人干预，顺势就把吴总他们全部牵扯在内。现在那批人都知道三金要复仇，而且于红星的惨状更是让他们惴惴不安。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很着急？一时二脑，把所有人都套进来了。老总，您实在是当世诸葛，我彻底服了。国家不得不启用三金，三金也必须复仇。斗争不怕后出牌，就怕手里没牌。三金让那批人恐惧，公愤必然起来。吴总他们定然要维护到底，因为已经被牵扯进来。一石二鸟的说法不对，是鹬蚌相争。西郊法院，三金看着出来的20名兵痞脑瓜子嗡嗡的。师傅，我们被除名了。一群汉子围着三金，笑得前俯后仰。师傅，我们实在哭不出来，您还是让我们笑吧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跟着师傅打硬仗。师傅，咱们干仗去吧，都快憋死了。所有人集合，命令判刑7天，立即执行。是。解散。你怎么不走？我家又没在帝都。准备一下，明天回惠安。任何组织最怕群龙无首，三金不在的日子，惠安又划分成了东南西北各自为王的势力。现在最终成你的是老 K， 其他的都快翻天了。东城老大经常居状元楼，表面上是看望江南，实际上是屡屡调戏。西城老大没事就去环球集团，每次都给康敏带一束玫瑰花。北城和南城老大则是盯上了林正。当老大不在了，下面的小弟要上位，肯定要帮老大照顾妻女。为了这些事，老 K 跟他们血拼不下实质，但终究是单力薄。省城情况怎么样？胡跃进依靠繁华区死守你的地盘，但情况也不太乐观。这家伙有几分忠诚不太确定，他始终认为你还能出来。胡跃进这家伙是悟到了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胖哥，全面开启525，时机成熟了，老头子允许了。好嘞，那我就开干。还有个事，525更名为摇钱树，这年头先捞钱。当得知三金回到惠安，老 K 立马赶来湘江饭店。兄弟，哥能力不行，没能把惠安弄好。现在的情况是……不用说，我都知道。小弟们都想上位是好事。兄弟，要不你再换个人吧，我脑子不够用。处理点生意上的事还行，但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帮派，实在能力不足。会处理生意不就行了吗？严打已经开始了，所以赚钱的是要认真，其他的是要糊涂。三金，我来了。六哥，你吃胖了？怎么客套起来了？是不是见外了？既然六哥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跟你客套了。就一点，惠安不允许有黑社会。很快，东西城的老大赶来，看到三金真的出来，立马跪倒在地。你们干得不错，赏酒。沉水库是。为了300万老百姓的安居乐业，有劳六哥了。金总在，惠安的天永远是蓝的。得知2位老大被沉水库，南北城的老大带人来围堵三金。金也好，竟然真的出来了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好好的回来了？带着家伙准备干嘛？该不是砍我的吧？金爷，我们不敢。那就把他俩沉了。看着三金的眼神，数百小弟为之心惊。足过了数秒，小弟们一拥而上，控制住了南北城的老大。三金哥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您就饶我这一次吧。金爷，请您开恩。沉了，让他们能和家人团聚。在惠安，三金不仅是无数小弟的偶像，更是精神信仰。来到状元楼，三金忽然理解高文为何拜佛了。杀太多，心难安，总得找个精神寄托。三哥，是不是得重新做选择了？谈谈江家的事，也谈谈你的事。江家的事我不管，我的事不用说。三金，抱歉。没什么好抱歉的，你能这样反而让我刮目相看。放心吧，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我亲自杀你。老公，你又要杀谁呀？
江家，你们得做选择了。什么选择？要么继续选择红旗李家，要么选择暗黄金家。如果你们江家依旧选择李家的话，到时候恐怕要被灭门。因为你是我女人，所以才给你们江家选择的机会。江南满脸错愕，他并不知道里面的关系。三哥，你跟他说说。离开佛堂，三金拿出手机想要打给李红瑜，但最终没有拨出去。以身入局，小红鱼你还真是大手笔啊！把我推给老头子，让525全面重启，可以说让我把金家的东西全拿回来了。没有孩子，一切都好说，但有了孩子，便能让三金投鼠忌器。李红鱼，你每一步都算到了，一直把韩宝带在身边，就是想看我究竟利不利用韩宝。只要我牺牲掉韩宝，弄掉你肚里的孩子，那意味着我已经狠到没人性。这个时候，你就能从容的改变策略。如果我不忍牺牲韩宝，则证明我没到那个地步。肚里的孩子会成为你最有力的筹码。一直以来都是三金赢，但这次他输得很彻底。老公，让你父亲来见我，你们江家是否肯珍惜这次机会，就要看你父亲的意思了。我会给我父亲说的，你放心吧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站你这边的。如果你父母都死在我手里了呢？我会好好劝他的。离开状元楼，三金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逛着。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红旗李家，而是老王八。虽然不知道老王八在里面扮演着什么角色，但很明显这家伙在做一盘很大的局。投个10，问一下路。想到这里，三金来到当初自己蹲的看守所。我的金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来缅怀一下行不行？说吧，有啥事？我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能办的我肯定帮你办。想捞谁？又没有漂亮的女犯人，我捞谁？我就是觉得很多人都生分了，就你老丁还跟从前一样。嗨，我是不求进步了。明天给你们索赔新车，再赞助300万改善下看守所条件。嘿嘿，你的钱我还真敢要。这里有多少死囚？那种根本翻不了案的，很快就会被枪毙的死囚，倒是有几个。他们会不会越狱？现在犯人爆满，看守所人手不足，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。另外一边，帝都的一座王府，李红瑜怀孕6个多月，肚子明显带了起来。红瑜，真没想到你能用出这一招，不愧是我女儿，这算是把三金定死了。爸，我是因为喜欢三金，总没想过用孩子要挟他。理解，有了这个孩子，三金就没法动你，更没法动咱们李家。你是国家智囊团的，就算三金想把孩子除掉都做不到。能不能放下仇恨？这个孩子一定会成为缓解的纽带，我不希望。你根本不懂人情世故，当年他母亲的死是我一手造成的，现在三金为了报仇都杀疯了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我。你想看到我们都死在他的屠刀下吗？李东风越说越激动，面色也越发狰狞。红瑜，你只要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就行了，外面的事不用管，到时候孩子生下来之后姓李，是咱们家的。别说了，我是不通人情世故，但不傻。从小到大，最让我感觉到温暖的地方不是家里，是雾都唐人街的小院。仇恨恩怨是你们的事，不要强加到我跟孩子身上好不好？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的。这个孩子牵扯到咱们家几百条人命，你想逼死父母吗？他叫灿年，今年我度过第一个什么都不用想，每天可以傻乐、蠢事做尽的年。我从来没有以身入局，是你们把我想的太复杂了。我对唐鹦鹉这么说，是为了稳住他，好给三金铺路，没有大智若妖。我只是喜欢做我喜欢的事，我想好好帮三金，也是帮你们。我只要帮得够多，他也许就放下了仇恨，你们也不用寝食难安。李红瑜既复杂也简单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也必然会拒绝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天真的女儿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？突然意外发生，李红瑜整个人后仰摔在了地上。另外一边，看守所3名死囚越狱了，三金把他们带到了兄弟安保公司地下室。孙海洋、胡小伟、王大陆，你们3个肯定得死，但就看怎么死了。